别再说这是你的灵魂功课、业力考验了，你不累吗？这些神圣名词只是集体意识用来限制你的程式，你本来就是无限的，干嘛把自己塞进受苦的容器里？你根本不用陪这套界面卡关，现在教你彻底摆脱这些束缚，直接进正课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，你以为你的灵魂其实只是你本源意识外的一个界面。这个也是不是人系列的第6堂课。我今天讲的会对我们的灵魂的概念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，没有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，只是你一定要落到你自己的解释，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定义你自己。所以我现在定义我的解释，就是如同我现在分享的概念。今天的题目是，你以为你的灵魂其实只是你本源意识外的一层界面。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灵魂的概念。我等一下要讲的其实不是批判，只是我对这个的叙述，就是我们接触到灵性疗愈的这个范畴之后，曾经的我也一直以为灵魂需要一直进化，所以就要做很多的疗愈。对我来说，灵魂需要进化这个概念，它是疗愈范畴里面是一个不存在的议题，它是一个幻象。那灵魂它只是一个被集体意识所高度神化的一个概念，或是一个容器，就是我们把这个灵魂神格化，或是把它变成是一个能量的载体。我们所谓的灵魂蓝图，或者是灵魂伴侣，或者是业力，都只是这套地球软体的设定的档案，它并不是我们的本质的真相。那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无限的，是真实性的，所以不需要去透过一个有缺陷的容器来容纳。因为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论述，或是所学习到的课程或疗愈，就是灵魂可能一直需要不断的进化，所以灵魂分为老灵魂、年轻的灵魂，然后灵魂有很多的灵魂使命等等等。那我们相信了使命这个信念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达到这个使命，而经历了种种的试验或是种种的体验，但实际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，那只是集体意识被灵魂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概念。大部分都把灵魂变成是很神格化了，你一定要按照你的灵魂蓝图，你才会很顺遂在这个地球上发展，其实都是幻象，它不是真实的。那灵魂呢？灵魂它就是一个界面而已，扮演我们在地球人这个角色的界面。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登陆在这个3维地球的意识平台的时候所生成的一个玩家界面，那个玩家界面就是我们的灵魂。那这个界面它设定了什么？我们的性别、我们的出生背景、我们的性格倾向，以及我们体验的痛苦和分离，这些限制性的参数，它全部都载入在这个灵魂的界面上，然后让我们来成为这个地球角色去体验用的。所以它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觉醒，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沉浸在这个角色中，就是沉浸在这个不是光的角色中。什么叫不是光？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要去变成光嘛，或者是我们要透过修行、修炼或者是疗愈来成为光嘛，所以我们就会一直以为我们就好像不是光，或者是我们好像是需要去修理的光，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坏掉的光，我们会沉浸在这种错觉，是这个概念哦。所以灵魂它这个界面，它载入了什么东西？有我们的性别，有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的性格倾向，我们的体验，包括了痛苦，包括了分离，包括了快乐、喜悦，种种的限制参数。那快乐跟喜悦也是限制参数嘛？只要有能量的波动，都是参数。我们不是带着灵魂前进，我们只是使用这个界面，把灵魂跟界面画上等号，用这个解释，你会容易跳脱灵魂对你的限制跟束缚。这是我现在的观点。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蛮好的，就是灵魂对我来说不再那么的宿命，不再那么的限制，不再那么的狭隘，好像无法挣脱一样。它只是我的一个来地球上的一个界面而已。然后这个界面载了很多不同的系统，哪些系统呢？我们的体验，我们的出生背景，我们的性别，我们的性格倾向等等等。那灵魂的构造，它只是一套下载了限制软体的一种界面而已。那什么组成的灵魂的界面？就是我们的记忆加上情感参数加上业力标签。情感参数就是有很多的情绪叫情感参数，我们把业力也当成是一种审判或惩罚，或者是它必要的一个现象，它就变成业力标签。所以灵魂这个界面，它实际上就是一种
记忆，你把记忆可以形成是一种印记，印记就是你可能来到地球这个场域很多次了嘛，然后它会有很多的印记的一种堆叠，然后再是我们的情绪、情感参数，再是我们所谓的业力标签形成而成的那个叫做灵魂界面。那它是一种比较低维度的一种能量的实验场，就是宇宙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分离体验的实验。什么叫分离体验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执着、所有的纠结，都是灵魂界面运作的结果。然后这些痛苦、执着、纠结，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跟光是分离的，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体验分离体验的这个实验。比如说，以前我们在疗愈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学习课程的时候，有听过这样讲过吗？这是我们的灵魂功课，这是我们的灵魂业力，这是我们的灵魂所需要学习的课题。那如果去论述我的灵魂的课题，或者是我灵魂的功课，我们只不过是在认同这一个程式的运算的结果，就是等于是我们是认同这个灵魂是我们的角色。那灵魂界面是我们创造出来，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地球上扮演有限的人。那灵魂是谁创造的呢？就是高维的自我创造出这种灵魂的这种概念，然后被创造出来呢，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地球扮演出有限的人，就是被限制的。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一个存在，所以需要透过学习，需要透过努力，需要透过修复修行，需要透过疗愈来变成光，或是变成无限的现象，无限的自己。这个都是我们对灵魂很多很多的意识下形成的一些限制。所以灵魂只是一个界面，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神奇的一个解释，或是一个有神格化的概念，它就是一个界面。我们就是在这个界面上去执行了被这个界面上所下载的限制软体，然后让我们以为我们是有限的，或是让我们以为我们是真正只是一个平凡人的概念而已。我们从载体到本源的抽离，我们要去做这个论述。你可以做一个练习，你像闭上眼睛，然后你可以静下心来，你就深呼吸，闭上眼睛，然后你就移除你的名字，移除你的身体，移除你的情绪，移除你的故事，甚至移除你的灵魂这个标签，你全部所有一切全部移除。那移除完之后剩下的是什么？它就是你的本源意识。所以你的本源意识它没有定义，它没有标签，它也没有业力，它是无限无形的，它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，它是没有意识，没有标签，没有业力，它是无限无形的。所以得到这个答案需不需要费力？不需要，它非常的轻而易举，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答案的真相，只不过我们误以为它是需要很费力的，它是需要很努力的，其实不需要。就像我前天那个课程分享的，我们如何回到本源当中，如何成为那个观察者。那个观察者也很简单，就是你去闭上眼睛回想最痛苦的事情，回想让你很愤怒的事情，或是回想让你很开心的事情。那你在回想的时候，你可能脑海里会生成画面，会回到那个场景。那你回到那个画面或那个场景，或者是有那种感觉，你在观看那个画面跟场景，或者是你感觉到有这个感觉的那个当下，不管你是看的，就是你在创造情景中看的，还是你用感觉的那一个状态，就是在观察。所以你回到那个观察的现象，你并没有很费力，你就是很简单，就回到那个观察者，所以它本来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需要很努力，或是需要修行修炼才能够回到那个观察觉察的现象，其实根本不需要。那个观察者是很容易的，那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通常会忽略那个观察的那个本体，我们会随着那个情境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情绪当中，所以当你回想到很愤怒的现象的时候，你还是很愤怒，你还是对那个对方或这个事件不谅解，甚至不原谅。当你回想起那个开心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很憧憬，希望能够再一次的遇到类似的事情，让你能够可能跟家人的重聚，跟你的伴侣的重聚等等等啊，就会有那种期待感嘛。我们都会进入那个情境，然后形成那个角色，进而进入那个情绪，你才会有感觉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脱开这个样态，成为真正的观察者，是没有这种情绪的波动的。那等一下会提到没有情绪波动，那身为人还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我们不是在修复灵魂，我们只是在解码程式。解码什么程式？解码这个灵魂的界面，把它解码掉。解码掉之后，我们就会脱开灵魂需要去修补这个幻象。所谓的灵魂的修复、业力的清理，这些行为它只是在编辑低维度的程式码，
它并不会让我们回到本源。什么概念？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有这种的信念，我们需要去修复，我们需要去移除业力、清理业力，我们是需要去修行的，或是我们需要去疗愈的，这个动作都不会回到本源。我们只不过在这个游戏中反复的玩类似的游戏，并不会脱离。你会在这个游戏中得到那个短暂的过关，或者短暂的喜悦，但是你又会再面临到更大的关卡。因为我们的信念会停在哪里？我需要修行，我需要疗愈，我才能够回到本源，而并不是定在我已经是本源这个现象。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就会不断的创造很多的关卡，一关比一关更巨大，一关比一关更难的难度。那你就要更加修行，更加疗愈，你一样会超越每一次的关卡，你会得到你胜利的喜悦。但是马上就会有更大的困境在等着你，因为潜意识就是这样觉得的。如果我们觉得灵魂需要修复，业力需要清理，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低维度的程式码一直不断的解码，再重新设计更难的码，然后再解码，再重新设计更高难度的程式码，再重新解码，会一直反反复复哦。后来我理解到，疗愈是永无止境的疗愈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对我来说，我才会去思考，那如果没有疗愈之外的我是什么样的我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坏掉过，真的不需要疗愈，然后才会往还原的概念去前进。所以我现在的做法，第七光行者都是用还原法来去做这个方向的前进。等一下我也会讲什么叫做还原。未来有一天，如果我们能够脱开还原这个概念，就真正的没有任何的束缚了。所以那个真正的自由是意识到我们从来就不是城市的本身，我们本来就不是城市嘛，也不是这个界面，所以我们本来就不是灵魂的本体，本来就不是，我们是超越灵魂以外的意识之上的存在。本源的意识是无相的，是自由的。无相就是没有形象，没有形体，然后没有边界，没有范围，它是自由的。那我这边讲的最高版本的解释，不是我们要跳到最高版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这边讲的真正的最高版本是什么呢？就不是最高版本了，要理解。如果你去听我前面讲的课程，我们的所谓的最高版本就是没有版本，然后没有二元，没有界面，它叫做最高版本，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性。没有版本才是最高的版本。我们如果企图从低的版本要进到高的版本，那我们还在版本之中嘛？我们从现在比较不好的剧情，然后透过我们的修行或疗愈，能够转换到更好的剧情故事的发展，那也还在故事里，并没有跳脱故事。无二元的概念是没有二元亦无一元，没有二元也没有一元的现象。即便我们醒觉了，都是用一元的解释，但是我们还是脱不出二元的现象的体验，就是你还是会活在二元的体验中，只不过我们都是用一元的解释去看待二元的现象，所以不会被二元的这些现象所困住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其实更高的觉察是什么？没有二元的现象，也没有一元的现象，就是全部是无。那没有二元跟没有一元呢，是什么概念？二元就是有好跟坏嘛，那一元就是你原本本质，那你可以解释究极无限的美好，那是你的本质。那我们去定义究极无限的美好，它也是一个定义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相。实际上你的本质是没有任何文字名词可以去叙述的，是没有这个东西叙述的。那我常常讲究极无限的美好，那个是我对我的本质的叙述，但实际上我知道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或者文字所叙述的。所以那究极无限的美好已经是接近一元的概念，实际上也没有一元这个东西。比如说你把极乐世界跟一元画上等号，不管你是用极乐这个名词还是用一元，它还是被人类的名词所定义，它是一元，它是极乐。那能够被定义的都是有限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你能够用文字或是用那个语句去叙述一元，你能够叙述出来的一定是有限的。你就算叙述个千百万种的解释或是叙述，它还是有限，因为它是不可说不可思的，就是你根本就无法叙述它，无法透过你的思绪去衡量它的，那才叫真正的一元的概念或是极乐的概念。
但是我们是人类躯体，你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一个很奥妙的观点，他可能无法当下理清你在讲什么，他只能觉得你是一个异类。所以我们用意缘，或者是我们用极乐一个名词，或者就无限的美好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最终的一个本质，一个本相，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就是无版本、无二元、亦无一元、无界面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本相。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个本相中？回到这个本相中才能够真正的出现丰盛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灵魂界面会一直不断的去拉扯。为什么会拉扯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集体意识，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灵魂的印记，或者我们所谓的灵魂的业力，会一直不断拉扯我们，你就会对自我产生的怀疑，跟你在现象中，你在这个实际的体验中所感受到的迟滞、延迟，等下后面会讲到延迟性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高维自我，就是最高版本。比如说我们会跟我们的高我连接，我们说高我是最有智慧的自己，然后我们在寻求一个高我或是最高版本，其实都是没有版本的，也没有高我这个的名词都没有。那本源意识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它是无限无形的，它是不可被定义的，我们无法用任何的语言去描述它。但是我说的那个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，那个是我现在的定义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定义是无法完全的定义它，只不过我这个定义是为了我们在肉身行走在地球上，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是它不代表也不能够符合它是真正本质的定义，所以你也会用你对本质的定义去定义一个所谓的名词。如果我们理解本质具足是从来没有缺过任何东西的，所以它本来就不需要修补，也不需要疗愈。绝对的创造是什么？我们在意识上所投射出的一切，包括地球，包括全宇宙，都是我们意识的投射。那你是你一切意识的中心点，因为你才是你自己世界的造物主，所以你是你一切意识的中心点。但如果你在这个意识之上，你对于宇宙你有理解的概念，从教科书或是从任何的讯息，你知道有很多的银河星系，你也可以把地球视为一切宇宙的中心点，把你自己视为你是地球的中心点，你再把你自己视为你是一切意识投射的中心点，就是一切都是你，你可以这样子为自己做定义。那绝对创造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平台上所投射的一切，在这个地球上或在这个世界中，包括灵魂界面，这些都是所有投射的一切，从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的一切。你投射出的一切就是你所有的绝对创造。你现在想象到的任何东西，其实都是你投射出来的，而且都已经完成了。比如说大到太空梭、火箭，小到汽车、金钱、金山、银山、海洋，各个类型的动物、植物等等，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全部都是你意识的创造，你的投影。基本上你就是绝对的创造，你创造这个一切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只有你，就是从你的角色去论述，你本来就是这个绝对的一的源头，而投射出所有的一切。那每一个一切都是你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永恒的光源。但是我们却要很费力的去修复一盏我们以为需要电力的灯泡，那个灯泡就是灵魂，那个电力是什么？电力就是修行或是疗愈，因为扬升本身就是一个幻象，或者是你说是一个骗局也可以，用幻象比较中性一点。所以坊间会有很多的课程或者老师会一直提倡灵魂扬升，或者我们要去扬升，扬升再扬升。那什么是扬升？扬升不是我们带着我们的灵魂的界面到达一个更高的维度，那不叫扬升。字面上的扬升好像我们上升了，其实不是哦。扬升的重点是还原，就是意识的还原，就是彻底的停止我们对灵魂界面所有设定的认同。什么叫所有设定的认同？就是我们停止对这个灵魂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同。扮演什么？扮演着痛苦，扮演着匮乏，扮演着业力故事所产生的认同。然后这个界面我们全部停止对于灵魂界面所扮演角色认同，全部停止的情况下，就会自动解除对自己的限制。所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灵魂进化，而是让我们的本源意识透过灵魂这个界面体验到它不是光的剧本，然后进而随时的可以选择还原。所以扬升不是字面上讲的我们能够飞升，或是我们能够提升，扬升恰恰是解除，
解除这些不需要的灵魂界面，解除这些我们对这些界面所产生角色的认同，全部解除，全部解除，你才能够回到本源，才是真正的扬升。所以很多人透过灵魂扬升，一直去修补业力，一直去清理业力，一直去做大量疗愈，一直去做很多的修行，一直去上很多的课程，并没有对灵魂真正的产生扬升。我们一直不断对这个灵魂的界面所扮演的角色，一直不断的认同再认同，认同你是一个受害者，认同你是一个匮乏的人，认同你是一个不丰盛的现象，认同你是一个被感情背叛的人，认同你是一个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，一直不断的认同你，才需要去修补业力，你才需要去做很多种种需要你要去做扬升的动作。实际上没有扬升，扬升的实际的本质就是退掉这一切你所谓需要扬升的这些现象，把这些设定，把这些认同拿掉，你才能够真正回到你的本源。那很多人他去体验不是光剧本，就是我们很痛苦啊，或者有很多的莫可奈何的现象，或者是好景不长，或者是快乐的东西它很快就会消失，或是你的喜悦是短暂的，这种让你觉得不是光的这种剧本。那你能够透过这种不同的剧本去觉察，其实你是可以不用透过修行的，其实你是可以不用透过疗愈的，你就随时可以选择还原，还原就是你本来就存在的现象，你的真我。那我就是这样子所体认到的，所以为什么后来没有做疗愈的，就是我都是用还原的概念，就是我本来就是好的啊，我本来就没有缺啊，我本来就没坏过，为什么要一直不断去修自己？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，